我先接你，是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呀？一个叫童雪的女孩子，认识吗？我真的不认识啊。她是童文斌的女儿。是吗？她跟我儿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没听过少贤说过她呀。他们俩根本就不认识吧？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为什么要瞒我？10年前大哥刚死，你就选择离开少贤去了德国。10年，你知道少贤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他一个人苦苦支撑着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他也长大成人了。你当年既然选择离开他去了德国，现在干嘛回来要干涉他呢？当年他父亲走的时候，我曾经有劝过他，让他放下一切，跟我回德国，从头开始。我也劝他不要接受漠视的条件，不要出卖自己一生的幸福。可是他选择留下，我不得不尊重他的选择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儿子的事情，我能不干涉吗？不管那个女孩的父亲曾经做了什么，那个女孩是无辜的。我现在必须要知道，我儿子对那个女孩做了些什么。我只见过他们一面，是在一个饭局上。当时少贤装着不认识他，其实我看出来他们早就认识。就这一次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看来你知道的比我还少。你还知道什么呀？我就是弄不清楚，所以我回来了。2年前，你在给我的电邮里第一次说出了他的名字，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可你后来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他，直到上个月，你又再提起他，你说是他欠你的，这笔债应该由他来偿还。我追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却又绝口不提了。所以我想，我必须回来了。我没有对他做过什么。是吗？那么上个礼拜，不是你把他弄得一身伤的吗？古医生是你爸的至交，你当然会把他往古医生那送。正好那天我刚回来，也到古医生那做常规体检，就这么碰上。当然我没告诉他我是谁。他怎么说我？我问他，那个人是你男朋友吗？他说不是。对啊，我的确不是她男朋友。那么你是他的谁？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？既然你回来是为了他，就算你们没有在医院碰上，你也会千方百计去找他的吧？如果你认为我回来是为了他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回来是为了我的儿子，你要报仇，你要不择手段地拿回失去的一切，可以，都没问题。可是你如果把仇恨发泄在一个无辜的女孩身上，那你就走偏了。我不能看着我儿子一条歪路走下去。妈，我跟他之间的事，请你不要问，也不要管，好不好？你想我不管不问，我当心将来后悔的是你。妈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有，有点头疼。这儿怎么到处都是这种花呀？这花的香气太霸道了，真让人受不了。那我们走吧。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不要再问了，好吗？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我和你爸是为什么离婚的吗？是，我是一直都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分开。我问过你很多次，可你从来不肯告诉我。如果今天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
你是怎么盯上这个女孩的？没事儿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没错，这是你父亲生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我爸是白手起家，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到处遭人白眼，我看着就很生气，很难过。可爸爸还是会笑着跟我说：“小千，没事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后来他生意做上去了，发达了，这句话还是经常挂在他嘴边，可口气已经不像从前的委屈、忍忍，而是扩大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爸爸。他也忍得太久了，忍了10年。他忍了10年。你不知道他家里的事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没问过，他也不会说。我宁可对他一无所知，尤其是他的太太，我假装不知道，他是个有妇之夫。这样的话，我才不会觉得自己有那么的脏。然后呢？后来，那个客人突然不来了。本来他几乎是天天来的。过了没2天，我才知道，他把那个餐厅买下来了，而且命令不准招待那个客人，不做他的生意。他是那个餐厅的老板？是。那他买下那个餐厅，是为了你吗？是为了我吗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他怎么可能是为了我把餐厅买下来呢？先生可以了吗？我凭什么呢？可能他是太有钱了，也许他太讨厌那个胖子了。你竟然把整个餐厅都买下来了！我有钱啊！如果你没跟我说刚才的事儿，我还以为你买下这餐厅是为了我和你爸的事儿。有一半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另一半是为了他。怎么可能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喜欢我经常去的地方有那么一个讨厌的人在。难道没有一丝一毫是为了他？你以为我喜欢他呀？像她那种个性那么好的女孩，一般来说很容易被男人喜欢的。像你说的。你知道风信子是什么花吗？那种花，花香气味浓烈，不是太多人能接受得了的。就像他一样。那你有知道风信子花的花语吗？我没兴趣知道。好吧，那然后呢？然后，日子很平静的一天天过去，他忽然没有再来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是1个月。因为月头正好是我父母的忌日，就在过了我父母忌日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到了月底，他又出现了，然后他约我吃饭，我不敢答应他，便婉转地推了。过了1天，经理忽然说餐厅需要装修什么的，要关门1天。到了晚上又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回来打点一下。然后你当晚就回去了，结果发现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他一个人在等你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的行事作风总是出人意表，相处多了，也不难摸清他的套路。你果然很了解他。人与人之间，不应该多些了解吗？我不了解他。好女孩，面对这样的诱惑却不动摇。换作是我，说不准马上就跟你跑了。
你是终于知道了他的身份，才准备出手的。是。其实，我很少来这里出差，但是只要我有时间，我就会来这里。而且，我会做2件事。第一，就是来这个餐厅坐一会儿。第二，我一定会去他父母的墓地去看一看。他们出卖父亲，害死父亲，即使他们已经死了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，也要让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我。然后，你就马上去查他的身世了。是。当时的心情怎么样？很失落。什么意思？你在挣扎什么？我没有挣扎什么。你知道她是投名兵的女儿，却一直犹豫，终于等到1个月后才出手。这段期间，你在挣扎些什么？因为你发现了她的身世，终于找到了报仇的对象。可你心里明白，她是无辜的，是吗？看来我儿子还没有那么坏。最后是什么刺激了你？当我发现了他的身世之后，我开始失控，每天监视着他，什么都不做，只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装好了。好。回家了啊。你说的对，当时我还不知道该拿他怎样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了她和男朋友在一起。你是因为看见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，所以你嫉妒？带我走，带我走啊，秀山，秀山。不是。你爱上他了是不是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受不了，他还能活得那么开心。既然我一辈子都不能幸福，那凭什么他就能幸福？那为什么这里摆满了风信子，连餐厅的名字都改作风信子？风信子代表什么？爱情、嫉妒、悲伤、怀念，还有赌注。你口中的莫少谦，对我来说还真是有点陌生呢。可是他是用什么手段把你弄到手的呢？对不起啊，我说话有点重。无所谓。整件事情本来就很肮脏。那顿晚饭之后，我就辞掉了工作。他也没有再打过电话给我。我以为整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，就连平时活泼可爱的表妹都一反常态的沉默下来了。我小心翼翼地套着舅妈的话，才知道舅舅的工作出了一点